大家好，因为疫情最近不适合去买鱼，所以我网购了黑尾鱼回家处理。每年4月底到6月是黑尾鱼季，今年的黑尾鱼价格比较便宜，想成鲜的人可以趁现在。我这次买了1公斤的刺身，还有1公斤的上腹肉，就是日本人说的 toro。这次鱼肉是用冰块包裹，维持没有冷冻的状态寄过来的。货来了以后不用退冰，分切下次吃又要再退一次，肉质就会影响，所以我觉得这样还不错。袋子里面蛮多血水的，可能是鱼肉没有放血放好，所以色泽稍微暗沉了一点。没有关系，我们先来做放血。拿大盘子装起来，把原本的血都擦干净。鱼肉切成块之后，就不要冲到淡水 ，RO 水也不行。原因不是为了细菌，是为了保持鱼肉的甜味跟鲜度。用冰盐水喷掉表面的血水，可以多喷一点，3%的盐水渗透不了鱼肉，你不用担心肉会变咸。喷完之后，用厨房纸巾包起来，然后把厨房纸巾也喷湿，这样子放在冰箱静置3个小时，血水就会慢慢流出来。接着我们处理腹肉，黑尾鱼肉很软，你拿的时候要小心拿，或者把它捧着，以避免肉被拉散开来。那一样，把表面的血水全部都擦掉，不要用力去压，你等一下静置的时候，血全部都会放干净。这个鱼肉状态很好，没有一点腥味。我买的这一块呢是上腹肉，也就是腹肉里面最靠近头的那一块，但它不是最贵的，最贵的是俗称金三角的下巴肉。然后我们一样冰盐水把它喷好喷满，2面都要喷。喷了以后就包起来，放冷藏冰箱静置，放差不多3到4个钟头，血水就会流出来了。那在等待鱼肉放血的同时，我们先来做酱油渍的酱料。很简单，味淋、米酒、昆布，把它煮滚。煮滚了以后，转小火让它再煮一下，把酒精的成分都烧掉，只留下香气跟甜味。关火以后就倒酱油，然后倒进可以密封的容器里面放凉。放凉之后才能够腌鱼。那我们今天要做寿司，所以要做寿司饭。现在先来调寿司醋，就醋、盐还有糖，然后把它搅拌到完全溶解。比例网络上面都有教，试个几次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口味。好，3个小时过了，拿出刚刚包好的鱼肉，纸巾上的粉红色代表血水都有被吸出来。然后你看肉的颜色也变得比较红艳一点。那依照今天烹调的方式来把它切成块，然后今天吃不完的部分，我们等一下立刻就把它冷冻保存。靠近鱼皮的这个胶原蛋白很硬，就像猪五花一样，切的时候要蛮费力的。看一下这个油花，这就是真正的黑尾鱼 toro。有的像和牛一样的油脂，非常漂亮。然后这一块呢，我等一下要冰起来，等待疫情过去呢，招待第一组来家里面的有缘人。这里有一点腹骨，我们小心的绕过去把它切开，然后用手呢确认一下骨头的位置。用小钳子把它拔出来，先把骨头都拔掉之后再冷冻比较好。
那我们现在来做腹肉的清修，把不能吃的部分都修掉，接近鱼皮的这个硬胶质，还有鱼腹的膜都要切掉。这里呢有一点鱼腹骨，鱼腹骨呢，我们先用刀把边缘切开，再用钳子把它拉出来，这样子才不会把鱼肉拉坏。把靠近腹部的肉都修掉，这样整块鱼砖就完成了。接下来这块呢是腹肉的最末端，这个部分油脂硬块都很多，要修掉的部分不少，外侧鱼皮也很厚。这个部位很多人是拿来做熟食、红烧或者是干煎。那这部分我等一下想要做铁火卷，把它弄成肉泥。腹肉好了，来处理刺身。刺身的血就更多了，主要是它有血和肉的部分。我们把血和肉都修掉，等一下可以拿来喂猫。它这个刺身跟日本人说的刺身意思不同，这一块其实是一整个背部的轮切。那这个肉质蛮好的，在比较靠近中心的部位也有很多油脂。这个是血和肉，闻起来不腥，有淡淡的香气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吃中间的这一块，可以做日式的酱油渍跟西式的油炸。那一样修掉一些边边角角，然后剩下的肉，我们就把它做成一餐所需要的大小，我们再冷冻。这样子就不用之后反复的退冰，影响肉质。猫儿一直守在厨房的门口。那我现在先把刚刚那些边角料把它切丁，预计之后给猫儿吃。这个血和肉虽然血很多，但闻着不腥，还有一股油脂的香气。我们剁碎以后把它冷藏保存，大概分2天就可以吃完。接近鱼皮的这个鱼油，我们把它片下来。然后一样，等一下把它切丁。猫儿开始躁动，它应该是闻到血和肉的味道，剁肉的声音也会吸引它，因为给它吃的肉全部都会先剁碎。然后刚刚清修留下来这些边角料，全部都可以剁碎，给猫儿准备好。那今天吃不完的肉，我们现在要先冷冻。在冷冻之前，用保鲜膜把它包紧，挤出空气，然后再抽真空。因为我觉得直接抽会把鱼肉里面的水分抽出来太多，所以我就先用保鲜膜包一层，吸真空的时候可以阻挡一下吸力。这就跟我做熟成鱼的时候不用真空机抽空气是一样的原因。抽真空之后，放进冷冻保存，等待有缘人。好，那这边呢，酱油已经放凉了。
我们来做刺身的酱油渍。在腌制之前呢，要放进滚水里面烫，只能够烫10秒，千万不要超过。这个镜头是一镜到底的，所以就是只有10秒钟。捞起来之后，立刻放冰盐水里面降温，目的是不要让它继续加热下去了。大概泡2分钟，等这个肉完全冰凉之后，就用餐巾纸吸干水分。然后就放进刚刚弄好的酱油里面，整块鱼都腌过去就可以了。然后放进冰箱30分钟以上，你也可以腌到1、2天，就端看你想要它外层的那个酱油的度有多厚。鱼肉部分都准备差不多了，接着来备料。巴西利呢，今天要用2个部分，所以要切一点。用在炸的面衣跟沙拉里面。青葱今天是要拌进肉泥里面的，所以要切得特别细，这样子跟这个肉泥细致的口感才能够搭配在一起。紫苏叶要用来包铁火卷，所以不用太细。这样可以保留独特的口感。番茄就把它剁碎，跟之前那一部白干的影片一样的沙拉。切好以后就加巴西利，然后加巴萨米克醋、松露橄榄油、黑胡椒跟盐，搅拌一下，备料就完成了。那现在来放松一下煮猫儿的吃食，鱼脂肪煎一下，煸出鱼油来，然后再加入边角料。原本是想给它吃生食的，但是后来想说这个可能有点太硬，所以把它煮熟。血河肉也加下去炒一下，不用放油，有纯天然的鱼油在里面，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。完成了，闻起来非常香。放凉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喂了。托罗。